美军3艘核动力航母正在向亚太地区集结，应该是近期的热点之一。有人觉得美军能在巴以冲突在红海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的背景下，依旧向亚太派出重兵，体现出了其实力的强大。但也有人觉得，所谓的美军3艘航母集结亚太，从头到尾都是个伪命题，只是噱头。本期我们就一起讨论讨论这件事。在亚太集结的3艘美核动力航母分别是里根号、卡尔文森号以及罗斯福号。先说火力军的想法，是噱头的概率比较大。根据美国海军协会的舰船追踪图显示，目前真正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军航母只有里根号和卡尔文森号，其中里根号的状态相当诡异，去年上半年它活动迹象也极不正常。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唯一航母，里根号应该是要高强度执行巡逻任务的。但从去年5月份恢复部署后，仅只是带着盟友从南海南下，然后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附近绕了一大圈，一路上走走停停，还在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短暂停泊，之后就返回横须贺港帕窝维修。然后到了下半年，日本防卫省连发8次里根号离港部署通报，但每次通报最终都未能成行。之后仅在去年11月短暂出动后，就又返回横须贺港继续趴窝。如果再结合五角大楼之前公布的数据，不得不让火力军怀疑它是否出现了严重的故障问题。根据数据显示，里根号过去6个月的航行里程和舰载机起降次数要远低于正常水平。以卡尔文森号为例，在过去6个月的部署期里，它共起降了7700架次固定翼舰载机，而里根号在同一时期仅只进行了1838架次固定翼舰载机作业。这个极其不正常的数据很可能是里根号出了大问题，所以接下来里根号很可能要返回美国本土维修，至少有3到4年无法在亚太地区部署。或许在今年晚些时候，华盛顿号航母会接替里根号航母在日本开展部署。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日本维修呢？据路透社1月18日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表示，美国和日本已经成立委员会来制定联合维护美军军舰工作计划，以此来缓解美国造船厂大量维修工作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有意将舰艇维修外包给日本的，但横须贺港只能承接美军航母的短期维修工作，加上美军无意让日本接触航母和核潜艇的核心系统，所以里根号只能返回美国本土维修。然后是卡尔文森号，自去年10月开展部署以来，就一直在亚太地区活动，如停到釜山港参加美日韩联合军演，跑到南海找菲律宾玩等等，感觉就是在接里根号的班。但需要注意的是，卡尔文森号至今已经在亚太部署了近4个月，按照美军航母的部署周期来算，接下来估计会进入短暂的休整期，而这段威慑的空窗期不正好是让新来的罗斯福号接班吗？据悉，该航母已于1月11日离开位于加州圣迭戈的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向亚太地区驶来。同行的还有包括提康德罗加导弹巡洋舰伊利湖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麦凯恩号和井上号。美军很可能是希望打个时间差，等到这艘航母抵达后，美军在亚太的打击力量将上升到双航母乃至3航母水平。1月22日，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官员的话称，罗斯福号航母已进入美国第7舰队辖区。虽然3航母齐聚亚太的场景很有威慑力，但这一状态维持不了太久。之前里根号与卡尔文森号的双航母出击才仅维持了不到10天就宣告结束，毕竟维持多航母打击群航行，后勤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综上所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集结3个航母打击群，虽然噱头的成分比较大，但确实让他们捅疮了。而且从美军不让亚太地区有威慑空窗期，接连安排航母接班的行为来看，美军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甚至要超过欧洲方向。尤其是成立的印太司令部，还打通了多个舰队之间的界限，让各舰队之间的军事装备可以相互协调使用，美航母打击群的力量不容小觑。航母犹如一个移动的军事基地，在实战中会搭配多艘各型舰艇来使用。从规模上来看，仅是美单航母打击群就有80到90架各型战机，其中包括 F-35C、FA-18 这样的战斗机、E-2系列预警机、EA-18G 电子作战机等，甚至是未来上舰的无人机也相当多样。除了当前亮相的 MQ-25 无人加油机外，还可能会出现察打一体无人机、
可由战机发射的蜂群无人机等等。在战地上，航母打击群主要依靠舰载机和舰射导弹实施火力打击，如 FA-18在搭配加油机作战后，其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以上。搭载 AGM-158 系列导弹后，则可以对2000公里外的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这个距离堪比中程导弹的射程，远超各国现役大部分反舰导弹。而如果使用的是具有隐身能力的 F-35C， 这种攻击则更加难以被侦测和反制。仅是单艘航母组成的打击群就有如此威慑，若是2-3艘航母组成的打击群，其搭载的各型战机数量就会超过200架，其实力将直接压制一个中等军事国家。毕竟就连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军事强国的同级别战机数量也才200-300架而已，可见若是里根号、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组成的打击群出动，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会有多大。至于会被 ARAD 力量针对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担心。一方面，美航母打击群非常重视海上对抗力量，早已建立起了一套先进的海上反导体系。且不说 F-18 在卸载 AM-120 导弹 1-2C 预警机的指挥下，就能够拦截距离航母520到550公里外的目标，仅依靠航母打击群里阿利伯克的防空火力，也足以应对绝大多数的导弹袭击。在阿利伯克驱逐舰承担由远及近的防空任务中，远距离由标准2 MR-ER 导弹负责，其射程分别是120和150公里，速度为 2.5 马赫。这两种导弹一般储备有46枚，必要的时候可增加到60到90枚。中部由海麻雀导弹负责，其基本型的射程就有为19公里，先进型的射程为50公里，备弹量24枚。在拦截超声速导弹时，有12秒的拦截时间，最多可发射3到6枚导弹拦截；拦截亚音速反舰导弹时，有35秒拦截时间，可发射12枚导弹拦截。近距离则有密集阵近防系统，甚至如有必要，还可在舰艇前后各换装一套海拉姆舰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密集阵 Block 1B 改进而来，可以防卫0.1到9公里进程空域，正常带弹22枚。另一方面，2019年美军曾提出一种反 ARAD 的分布式陆海战场方案。简单的说，就是依靠分布式的两栖部队和地面机动部队等力量，依靠隐蔽的海岛环境，将美国和盟国所属群岛打造成一个个堡垒，从而来迟滞来袭的 ARAD 力量，最终坚持到由美空军和海军水面舰艇组成的外部力量加入战场。该方案特意指出，两栖部队和地面机动部队等力量反海上 ARAD 和反登陆的火力核心是 M142 海马斯。关于海马斯，大家再熟悉不过，其拥有类似战术航空兵和战术弹道导弹部队的远程点对点打击能力。在俄乌战场上，乌军充分发挥了它高机动火力优势，经常沿着公路网进行快速大范围机动，随停随打，打完就跑。这种火力游击战术令俄军炮兵部队和航空兵部队倍感头痛，曾摧毁过安东诺夫大桥、俄军弹药库等诸多高价值目标。就连最近俄军新上场的最强反炮兵雷达 EK-148 鹰 AV 都遭到了海马斯的点名。据悉，俄军这部反炮兵雷达从上阵到退场仅只存活了6个小时，可见海马斯在战场的作用及威力。哦，对了，也正是由于海马斯在俄乌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据爱沙尼亚国防部官网公告消息显示，波罗的海3国未来将共享海马斯，以联手应对区域变局。据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美国订购了总共20套海马斯，将装备射程84公里的 GMLRS 火箭弹以及 M57型 ATACMS 短程战术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300公里。届时，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普斯科夫地区以及圣彼得堡和包括明斯克在内的整个白俄罗斯北部地区都将纳入打击范围之内。回到美反 ARAD 作战，从美海军陆战队历年发布的兵力设计2030年度报告以及近年来的联合军演来看，美军应已提前做好了反 ARAD 作战准备。首先是近些年大量参与的联合军演中，均有海马斯反舰和对地攻击的环节。如在2023年美菲肩并肩23联合军演中，使用海马斯进行超视距打击，摧毁靶船，体现了美军拓展海马斯跨域作战的意图。其次是海马斯长期部署在韩日及琉球群岛，如在2017年，美军乘抽调陆军第18野战炮兵旅的海马斯搭乘C-17运输机奔赴韩国参加演习，又或是在2022年美日东方之盾2022联合军演中，海马斯高调亮相。随后，美军对台湾、菲律宾均售过大量海马斯，
台湾计划从美国采购29套海马斯，并规划在2024年先进装11套以及相关训练仿真器，届时将部署到台陆军各个军团炮指部以及外岛防卫部的炮兵单位。菲律宾同样如此，他们的陆军司令布劳纳2023年曾透露过陆军现代化计划，就强调会购买海马斯和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粗略估计，预计到2024年底，部署在千岛群岛、日本福冈熊本、琉球奄美大岛、琉球冲绳、台湾吕宋岛、巴拉望岛等地的海马斯总数将超过50台。如美军反 AR-AD 作战中，海马斯会承担什么任务呢？海马斯与对地反舰导弹系统一起构成了反海上拒止对陆打击的火力打击力量。从反海上拒止作战中，海马斯与岸基反舰系统的任务是在第一时间取得所在区域的制海权。作战过程中，海马斯受全域战、多域战概念的影响，可以依靠美军以及北约的军用卫星、海军陆战队的 MQ-9 无人机以及 Maxar 等商业公司遥感卫星，甚至是盟国的情报来源，来协同战场传感器网络，完成海上目标搜索、实时定位及打击。若是再考虑到海马斯装备的 PRSM 导弹，其威慑范围将扩大到对距海岸500公里内的海域。相比 ATACMS 导弹 ，PRSM 增量1的特点是体积更小，射程更远。虽然弹体长度两者一致，但在弹体直径上 ，PRSM 从 ATACMS 的610毫米缩小到了430毫米，发射箱携载数量从1枚增加到了2枚。当然，缺点就是战斗部缩水。PRSM 配备的是91公斤通用爆破战斗部，只能对小型建筑、车辆类目标造成有效杀伤。对付大楼、堡垒这样的大型目标相对比较无力，而未来装备的 PRSM 增量2导弹将采用新型导引头，具备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打击移动舰艇和防空系统武器不在话下。对陆打击作战中，海马斯优势更大，其隐蔽性、高机动性和准确性能对抢滩登陆单位构成致命威胁。若在敌方登陆时发动突袭，可造成巨大损失。由此可见，美军正竭力挖掘海马斯在亚太战场中的作战应用，配合航母打击群自身的海上反导体系，应无惧 AR-AD 力量来袭。好了，关于美军3航母齐聚亚太，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